今天我们来打开这个螺丝扣，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从这里是出不来的，这两个槽是故意用来诱导我们的。再看一下这个螺母，螺母被焊死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个障眼法，其实出口就在这里。拧螺丝一般都是逆时针，我们先逆时针旋转，是不行的，那有可能是反射，反着来。果然就是这样。这个玩具很考验我们的逆向思维，你们有没有想到呢？最近遇到很多烦心事，情绪低落，搞了个解压玩具打发寂寞，本想借这微小的成就感来平复心境，没想到它的难度让我不得安宁，于是我决定放下不干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了它的破绽，红白两色各站一边，其实它的难度也很一般，它到底是解压还是增压，说到底还得看你的脑瓜。如果这个视频你觉得还行，点两下屏幕才是最好的证明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10级难度的异形拼图，它只有11块，而且这11块是完全相同的，10级难度不容小觑。我们计时开始。现在已经40分钟了，我还没有什么进展，继续吧。不愧是10级难度，被他打败了。这个10级难度的拼图今天终于拼好了，这11块是相同的，其实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些规律，但是我把它拼好用的是最笨的办法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尝试。这一天没干别的，都在拼它了。拼好后，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规律，怪不得我找不到。自我安慰一下，这是一把钥匙锁，2把钥匙合在了一起，要把它们分开，不能太着急，用蛮力是不行的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它有几个豁口，我们通过每一个豁口就能找到正确路线。我来演示一下它的走法。你们学会了吗？今天我们来取出这4支箭，很多评论说只需要把3支箭分别放在两边和下面，就可以取出第4支。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行不行？现在按照这个方法两头都尝试了，一样出不来，什么原因呢？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，其实它这4支箭是不一样的，稍微有一些差距。这支带标记的，在它的箭尾处是稍微短了一些，我们把它调到中间试试。果然现在就出来了，剩下的我们就依次取出。其实大家也都想到了，只不过是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很难发现。下期我们来挑战一个更难的，这个10级难度的拼图，今天我终于拼好了。这个玩法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拼好全靠瞎蒙。下面我来复盘给大家看一下。玩这种异形拼图不能按照一般方法去拼，严丝合缝是不可能的，能把它们平整放入底盘就算成功。这个红色块是最关键的，突破口就在它身上。你们有没有想到呢？今天一整个下午我基本上都在玩这个拼图，不负众望，晚饭前我终于搞定了。下面我就复盘给大家看一下。上个视频的评论区炸开了锅，我以为都在讨论拼图，点开一看，原来大家都在参加熬夜比赛。我睡得比较早，所以提前退赛了。不过在这里奉劝大家，熬夜伤身体，还是多喝热水好。我们继续讲这个拼图，很多朋友让我讲它的原理，其实我也说不上来。这种东西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点，也可以说是灵光乍现，一旦思路找对，剩下的就水到渠成。不过这个拼图难度确实很高，是目前为止我玩过用时最长的拼图之一。拼好以后它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们想看主播挑战拼图，可以从这4款里面选一款，双击它。你们可能猜到了，我在空手套你们珍贵的小红心，开个玩笑啊！评论区留言点赞最多的我就挑战那一款。刚看到这个 puzzle 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眼熟，这不是莫比乌斯环吗？没想到这也能做成 puzzle， 为了满足好奇心，果断下手买了回来。大家有听说过克莱因瓶吗？就是那个永远装不满水的瓶子，它就是莫比乌斯环3维下延伸的一种假设。莫比乌斯环它只有一个面，没有正反之分，
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如果说有一只蚂蚁在上面爬，它可以不翻越任何一处边沿，爬过表面的每一个地方。利用这个特性，我们可以找到取出圆环的方法。这个环的曲面是无限循环的，所以我们不用怕迷路，可以在上面多多尝试，遇到走不通的地方就调转个方向，直到找到正确的位置。总体来说，这款 puzzle 的难度不是很高，但是它很有意思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设计的。拼图工今天我终于完成了，但是我此刻的心情并不太好，因为拼好它我用了4个小时，只有13块，我竟然用了这么长时间。下面我就复盘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玩这个拼图我真的是想放弃很多次，每次都是玩到一半，甚至是最后才发现是错的，这个时候就要从头来过。这个拼图边缘的镂空设计对我的视觉产生了很大的干扰，如果是直边的话，我绝对用不了这么久。这款拼图是极度考验观察力的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到位。拼好之后它就是这样的，严丝合缝，很像古代的城墙，这也是它为什么叫做宫。明天我们玩这个你没有见过的拼图水晶舞鞋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只有12块，难度等级9级。奇形怪状的拼图玩的多了，看着这个还挺顺眼的，它都是长方形。半个小时应该差不多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这种拼图很有可能是斜着拼的。多出来一个小的，调整一下看能不能放进去。脑子是个好东西啊，可惜。为什么总是差一点？这个拼图9级难度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虽然这12块都是长方形，但是你要把每一种排列组合都算上的话，应该有上万种可能。哎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我们继续拼。终于拼好了。我们看这个拼图啊，拼好之后它还是有空间的。如果你照着严丝合缝去拼的话，可能要走很长一段弯路，没有超过半个小时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款迷宫盒，它的玩法是找到机关把它打开。盒子底部是有缝隙的，它应该可以这样划开，前提是要找到机关。这次我准备了2个方案，如果脑子不行的话就用这个。这边这个木条可以滑动，但是打不开。盒子里面是有东西的，看到没？是个小铁球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应该就是利用这个小铁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来触发里面的机关。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迷宫来找突破口。迷宫的路线不好观察，我们借助物理外挂。打开这个迷宫盒，我们只能通过移动小球来触发里面的机关。现在我已经把迷宫的路线画出来了，非常详细。这个小球是可以从这里过来的，但是下面会被挡住。如果你想从上面绕也是不可能的，到这个角会被挡住，所以我们只能走这里，但是不能走到最下面，最下面是死路，从这里往下绕。最下面的话应该就是机关的位置。我现在已经把小球移动到最下面了，然后去拉这个木条，这个时候能感觉到小球往下降了一点，并且好像被卡住了。真的开了，运气这么好吗？一次搞定。这个小球就是一个关键的纽带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传动轴。当小球卡在这个缝隙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移动上面的木条，可以把下面的带动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再把它装回去。这个盒子的难度不是很高，但是它非常有创意，把迷宫和机关结合在一起，和我玩过的其他机关盒解题思路完全不同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 puzzle 就在这个黑色的袋子里，我们现在把它取出来，像一个很重要的文件。我们打开的时候要温柔一点，小心翼翼的。看看是什么宝贝，一个恐龙拼图。这里面还有一个蕾丝的小袋子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几片是干嘛的。有没有不认字的？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3片也可以组成一个小恐龙，也就是说现在不用管它。这个材质看着还是挺不错的，我们来数一下，一共是10块，另外再加2个三角形的，这2块应该是先放脚上面的。我们看这个大的，它4个角基本上是平的，那肯定是靠边放的。这块放在这里刚刚好。熟悉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下面的步骤就是常规流程，先走一遍。
怎么感觉这个拼图不对劲啊？今天我们要玩的 puzzle 厉害了，王者荣耀机关盒，据说没有玩过王者的人是打不开的。盒子里还藏着一个大礼包，我们先看看上面的字：白银、黄金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已经知道怎么打开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：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铂金、钻石。开！哎，怎么没有打开啊？我玩了几千把排位了，这个顺序没有错。哦，会不会是反着走呢？我们再试一遍：钻石、铂金、黄金、白银、青铜。开！我去，还是打不开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是我的段位还不够？可是我已经星耀了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王者段位的？告诉我怎么打开这个盒子。大小姐驾到，偷偷闪开！这样的拼图你们见过吗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，它由10块不同弧度的拼图块组成，难度等级10级。这个拼图有一个顽皮的名字叫顽皮球，他说和我玩一会儿吧。行啊，我就陪他玩玩，带上我的装备。这次不计时挑战了，10级难度的1个小时之内8成是拼不好的。简单的规律我们先观察一下，把相似弧度的先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再常规流程。我觉得我应该借助一下工具，这样显得专业一点。不过这个东西好像量不出来弧度啊，不装了，就这样吧，没什么用。这个拼图真的是太难了，我也是第一次拼这种全部都是弧度的。每一块拼图的弧度都和盘子的弧度差不多，根本找不到突破口。这谁设计的？有点变态了，这么难。这2块是一早就确定好的，我们就按照这个弧度靠着它拼。这款拼图就是开头的几块不好确定，现在我已经有思路了。失败了这么多次，总该长点经验了。还有最后2块，感觉心里的石头马上要放下了。搞定！哇，终于拼好了，真费劲，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不愧是10级难度啊！这款拼图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绝望。拼好之后，它居然是严丝合缝的，这跟我之前预料的是有所不同的。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，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玩了这么多 puzzle， 今天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最早的 puzzle 鲁班锁，解密类玩具的鼻祖。经过几千年流传和完善，鲁班锁的种类已经有上百种之多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鲁班球。鲁班球一共由12块木块组成，打散它只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。它的难点在于把它复原。12块木块有5块相似的，每块的位置都是固定的，非常考验玩家的空间力和记忆力。相传鲁班锁是工匠鲁班为了测试儿子的智力，用6根木条制作的一款可拼可拆的玩具。这种玩具被后人称为鲁班锁。鲁班锁看似简单，其实内中奥妙无穷，不得要领很难完成拼合。鲁班锁种类繁多，变化多端，早在几百年前就已传到国外，说它是解密类玩具的祖师爷，一点也不为过。1分钟的时间讲不了太多，喜欢这种解密类玩具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，主播每天更新。上个视频中我们讲了这个围城的结构，想要把这2根木方取出来，必须先把它们分开。外面一圈的笼子非常坚固，用蛮力是不行的。其实把它们2个分开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下面我就给大家揭晓答案。只需要把它放在桌面上旋转一下，然后再拿起来，它们2个就分开了。你有没有猜对呢？我们看看里面的构造，什么原理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是最近我玩的几款拼图里难度最高的，这是店家告诉我的。这款拼图的名字叫和谐，一共有13块。我发现有好多难度比较高的拼图都是13块，这个数字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些拼图都是三角形的，确切的说都是等腰三角形，而且每块都有一个直角。那这种应该怎么叫呢？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。我们先不用着急拼，把每一块的边长都量出来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这个盘子的尺寸是10×10的。现在每一块拼图的尺寸还有盘子的尺寸我们都有了，先把大块的放上，用小块去凑整。每一块拼图都可以做成边和角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我们看它上面画的格子，它有2种拼法，一种是直着拼的，还有一种斜的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仅仅只有4块，但是它的难度却被称为是变态级别的。
这下巧了，主播就喜欢挑战各种变态。既然它的难度这么高，我就把时间留得充足一点，1个小时之内玩拼图的入门与进阶。第一步，先找直角；第二步，找第2块；第3步就比较重要了，找第3块。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找到所有的拼图块，就能把它拼好。主播讲的可能比较复杂，没有看懂的小伙伴可以保存视频，反复观看，并做好笔记。我现在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居然真的拼好了！不是说好了变态吗？怎么就这？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不对，难道说我真的天赋异禀？1分钟的时间都不到，居然搞定了全世界最变态的拼图，我佩服我自己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比较特别，中秋节定制拼图，它的名字叫月饼，玩法是把这些月饼全部放进盘子中，一共是12块，好像都有被咬过哎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种全是弧度的拼图都是比较难的，所以我要给自己2个小时。这一块是最完整的，我们把它放在最大的角上，然后常规流程走一遍。中间这一块的位置比较重要，它起到连接两边的作用，所以说我们要找到一块比较合适的。这些图框和拼图的大小，每一块放进去都差不多。我们的原则就是靠边放，不留空隙，把豁口都朝里，这样还能补救。还有一块，不是成了吧？这一块好像放不进去，可能是错的。我现在的思路是按照严丝合缝去拼的，如果最后的答案是有空隙的话，那就死定了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只有4块，而且这4块都是一样的。玩拼图要有仪式感，不能敷衍任何一款拼图。出门带上装备，奉命指环。6分钟之内搞不定就投降。我们不要小看这4块拼图，它虽然数量少，但是它的难度对于 99% 的星星来讲，可以说是变态级别的。这款拼图的难点不在于拼图，而在于这个盘子，它是圆形的。大家都知道圆周率是 3.141596， 即便你知道圆周率，你也未必能拼好这个拼图。这才3块就放不下了，有点意思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，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拼图的难度了。抱歉，之前那句话当我没说。这打脸也太快了吧，我还想给你加点噱头呢，2分钟你都撑不住。说起这款拼图，我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脑洞，他把圆形和梯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制造出了这款10分 BT 的 SB 拼图。有兴趣的点个关注，后面视频带你们去玩我自己设计并且制造的魔鬼13块烧脑拼图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这款极富争议的大炮帕手，它的争议在于它的难度，有一半玩家说它很简单，但是还有一半说它很难，这我一定要见识一下了。它的玩法是在不借助工具的前提下拆解炮筒，取出里面的炮弹。先看看它的构造。好，这头可以拧动，我们先把它拧下来看一下。炮弹应该就在这个里面，但是它被这根柱子挡住了，和炮筒应该是一体的。这边也可以拧下来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面有一个银色的，它应该就是炮弹了。但是它被这个螺丝给挡住了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螺丝拆下来。它前提条件是不借助任何工具。这意思应该就是说，打开它的钥匙要从大炮身上去寻找。昨天我利用黄金分割率做的这款魔鬼13块拼图，今天终于上好色了。不过昨天晚上我发现这个拼图有个缺陷，就是这2块这样调整也能放进去，这就显得太不专业了。所以我要进行调整，把下面这根做长，把这根切断。诶，刀子可以直接切断啊！要是昨天知道就好了。好，现在这样难度又高了一个等级，数量还是13块。这个拼图的颜色不是太均匀，昨天墨水倒少了，今天多倒一点，让它由内而外的浸透，只是有点心疼墨水。做一款拼图没有那么简单，等墨水干了以后，我还要找人试玩。如果2个小时之内能拼好，我还要调整。今天大家一起见证了魔鬼13块的诞生。过阵子我也找厂家用亚克力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卖给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。我突然间发现我好有经商头脑。这个海豚拼图当时被破坏之后，我实在不想拼了，所以隔了2天才把它修复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整体效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下期视频我们来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拼图。上次我1分钟之内拼好了一款变态级别的4块拼图，评论区很多人说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为了证明实力，今天我再来挑战一款4块的拼图，这次的难度要高一点，我们计时3分钟。我们看这些拼图，每块都有2个直角，那就是说每块作为第一个，一共有8种不同的排列方式。4块的话是32，正反面都算上64种，也不太多啊，我们一一尝试。
我现在大概试了有30多种了，还是放不进去，运气这么差吗？我真的是小看这款拼图了，现在已经严重超时了。我感觉它的排列方式应该不止60多种，我是不是算错了？我去，原来是这样拼的，右下角这一块不是直角啊！拼好后我们看这个形状，真的是随心所欲啊！啊，超了2分多钟啊！这次算是长了记性了，下次再玩这种拼图就不能这么冲动了。现在你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苹果，其实它是一款非常昂贵的鲁班锁，榫卯结构加上红木的材质。下面我们就看看把它打散之后的样子。它的上一任主人是个老头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外观这么光滑，是已经被它盘出了油。全部打散的话，一共是12块木头，把它组装回去的话，难度是非常高的。当然了，除非你看过我之前拍的鲁班球。鲁班锁的种类虽然千变万化，却也万变不离其宗。玩的多了，有了经验之后，便能做到触类旁通。因为鲁班锁的步骤比较复杂，所以我的视频有点长。这个时候，即便我是剪辑再加速，也会发现文案有点跟不上。好玩有趣的益智玩具太少了，更新换代的速度又慢。鲁班锁已经玩了上千年了，很多人还在玩，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益智玩具的话，可以为我们古人的智慧点个赞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比较特别，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2星座的摩羯座，一共有17块，其中16块是可以拼成一个正方形的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块是干扰项。这种类型的拼图我也是第一次玩，不敢拖大，1个小时之内吧。我们先找一下这些拼图，看里面有几个是直角的。它一共有4个直角拼图，刚好1个角1个，这感觉好舒服啊！好久没有玩过这么正常的拼图了，强迫症的福利。然后我们就把这种带直边的靠边放，随便找个角，从左上角开始。现在的进展还是挺顺利的，颜色合缝的拼起来就是爽。哎，不对啊，到这里怎么就找不到合适的拼图块了呢？难道是前面的又错了？今天我期待已久的自制拼图《魔鬼13块》终于到货了。经过几次修改，最终我确定了这个版本。这次我一共做了10几款样本，每一款颜色都不一样，盒子里装的是典藏版的。我们先来把它拼起来看看。它这个颜色是金黄色的，就是为了符合黄金分割这个设计理念。当然了，黄金分割说的不是它的颜色。这款拼图4个边，每个边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，是在拼图接缝处，这就是这款拼图的破解思路。对于边角的处理，我们有2种方案，一种是做倒角，一种是圆角。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拼好之后稍微有一点缝隙，另一个是颜色合缝的。另外，我保留了最初版的几个误导项，如果你按照我的引导去走的话，很可能会掉进坑里。我们来看一款天蓝色的拼好之后的效果。这款没有做倒角处理，所以它是颜色合缝的。我们换个白色的盘子来玩一款颜色深一点的拼图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是12星座射手座。这款拼图一共有17块，有16块可以组成一个正方形，也就是说多出一个干扰项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们还是先找4个角，这4块刚刚好。然后我们把这种带直边的都找出来，从边上开始拼。我感觉这种拼图已经难不住我了，进展非常顺利，还剩下最后一块。哎，不对啊，放不进去，没有错啊，怎么会放不进去呢？我去，不是前面的又错了吧？哎，前面的没有错啊，就是这一块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心态崩了，还玩个锤子。今天我们来拆箱一款号称玩不坏的解压手玩，玩多了各种烧脑游戏，解压玩具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已经捏坏好几个解压球了，找遍全网终于发现了这款，看它能不能经得住我的蹂躏。这种东西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，它的名字叫啪啪盾，黄铜材质的，放在手里挺有分量的。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玩的。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磁铁之间划过的错钝感来解压，2排磁铁2段位移。它产生的错钝感还是很强烈的，手感很舒适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滑到底，这样更爽。平时呢，就像这样放在手里把玩，尽管发泄你的坏情绪，也不用担心把它玩坏。最后我们给个特写来观察一下它的细节。这一箱就是我设计的新款拼图，今天刚到的货，之前有预定的也是今天发货。我们随便选一盒给大家做一期开箱。盒子的封面是我的头像，为什么我的头像是一把钥匙呢？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理解其中的意思。拼图的颜色最后确定的是金黄色，这也是大家投票比较多的一款。拼图的手感很光滑，每一块都做了倒角处理。盘子上面这一层是保护膜，我们先把它撕掉。这款拼图我已经找人试玩过了，10个人之中只有3个人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拼好，
和其他款异形拼图做对比，它的难度至少是9级。这个拼图的颜色是大家喜欢的吗？现在我们看到的，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。下面我就开箱给大家看看它的细节。它有2个版本，一种是像这样差不多拼装好的，还有一种整个都是散的，要自己一一去组装。这个呢就放在后面。今天我们先组装这款半成品。我们把牛鼻环套上，然后把这个牵引绳也挂上，最后再把牛头装上去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木牛流马是古代用来打仗运粮食的，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，可以装一些粮食。好的，是骡子是马，我们牵出去溜溜。看到这个东西啊，我就在想，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轮子呢？这样行走不是更稳吗？最后再摆个 pose。昨天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想看这头牛爬坡，今天我们就带它出去试试。我们找一个土坡，附近也没有很陡的了，都是这种，我觉得这种应该没问题。全军出击！像这种4肢行走的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路面凹凸不平，它依然可以很稳，不像轮子。当然了，走得快了也会偶尔出现这种滑步。还有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它的容量。我们用大米测试，大概可以装4、5斤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拼图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这块小的放进这里面。既然这么简单，我就挑战2分钟之内搞定。如果失败了，就把这块吃掉。第一块很重要，我们先放最大的。好像不行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啊，从这里开始。哇，没有我想的简单啊，草率了。又回到刚开始的状态了，这块小的还是没放进去。好，拼好了。我去，抄了这么久啊，真的要吃吗？好吧，真香。这是1000块拼图，也可以说是1000块碎片，拼好后可以得到一款典藏皮肤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拼。现在你能看出来是谁吗？我们再把这几块合在一起就搞定了。这是我最想要又得不到的皮肤，如果可以用1000块碎片去换，你觉得值吗？上次我挑战了这个4块的9级拼图，有人说这太简单了，那今天我们就增加难度，挑战这款5块的奶酪拼图，同样还是有一只老鼠。这次我要在10分钟之内把它拼好。像这种带直角的放在脚上，好像是不对的，才4块就放不下了。万万没想到这只老鼠会成为我的阻碍。玩这种拼图要打破惯性思维，你越是觉得不可能的拼法，它就越可能是对的。这也不行啊，脑子不够用了。我发现一个突破口，这块拼图不但可以这样放，反个面也一样能放在脚上。这块放在这里也是刚好的，还有一块。哇，终于拼好了！当然了，这个老鼠也不能忘了，超了20秒，好可惜啊！这款拼图最关键的就是找对这个开头，4个角都是有空格的。今天我要挑战一款据说是不可能拼好的拼图，它的玩法是把这块小的加入这个盘子里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拼吧。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把4个角找出来，然后开始填中间的。这种拼图是最难的，形状复杂又不分反正。我感觉这个盘子限制了我的发挥。遇到难题的时候，你换个环境可能会找到新的思路，但是新的思路也不一定是正确的。这拼图根本拼不好吧？不要着急，休息一会儿。已经快2个小时了，还有3块放不进去，我可以放弃吗？这款拼图我玩了1天才把这块小的放进这里面，下面我就复盘给你们看一下是怎么做到的。还将付出几多鲜血，终于直言自欺欺人的谎言。于是陷入苦难会面，仗剑越细心成全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12星座专属拼图天秤座，也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难的一款。它一共有17块，其中有1块是干扰项。
它的形状都是梯形的，并且尺寸都不一样。我们按照宽度的不同来做个分类，然后再两一组搭配。还剩几块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哎，不管它了，先试试看。果然是有点难度的，完全没有思路。时间快1个小时了，我拼了一半，但是不确定对不对。不应该啊，怎么放不下？哦，要稍微用点力。还有最后一块，这一块就是多出来的星座专属拼图。算是今天这一块，我已经凑够4块了。等了1个多月的圣剑，今天终于到货了。据说这把剑是史上最难的puzzle之一。想要拔出这把剑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啊！这色差也太大了吧！这上面写着拆封不退，还好我还没有拆封呢，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个寂寞。这是一个木头的小火箭，把它放进这里面，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，怎么把它取出来呢？用手是很难捏住的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下，其实非常简单。不要被表象迷惑，你们知道我用的什么方法把它取出来的吗？今天要挑战的拼图你们一定没见过，它的名字叫鱼罐头，玩法是把这20条咸鱼全部放进这个盒子里，并且把盖子盖上。据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挑战成功，我要尝试一下。首先我们确定盒子的厚度最多可以摆下3层，从第1层开始，这样应该是可以的。现在摆第2层。这条鱼放不下了，应该是第1层没有摆对。我发现这些鱼没有完全一样的，即便是看着很像，其实尺寸还是有差距的。现在我不知道摆在这里是不是对的。好，搞定。可恨的是还多出来一条，这个真的是太难了。这一盒鱼罐头，我把它倒出来后，用了1下午的时间才找到装回去的方法。这些鱼有很多是非常相似的，但是尺寸会有一点不同，所以我们拼每一块都要10分契合才行。像这块的话会有一些缝隙，遇到这样的我们不能迁就，因为更合适的就在后面。虽然鱼的数量比较多，但它们之间是有迹可循的，这3层的位置也可以相互调换。这款拼图呢，难度还是很高的，而且设计的非常有创意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收到很多粉丝私信让我测一期机关币，一看价格我瞬间怂了。但是呢，像我这么宠粉怎么会不满足你们呢？我们先找找它的机关在哪里啊？我知道它这里有把剑是可以拔出来的，然后据说插在这个地方会有奇迹发生。好，我要开始了。哎，对了，它会不会有机关暗器弹出来啊？我头离远一点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打开了一扇小窗户，里面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圣杯。可是，然后呢？就为了这一件，花了我几百元。不行，我要多插几下。你们啊，以后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点有用的？最重要是便宜的，毕竟我还要攒钱讨老婆呢。这个东西呢，叫太极锁，是一款非常古老的益智玩具，难度也是非常高的。很多人在拆散之后就再也复原不了了。今天我就来组装一遍，让大家看看。最后一个是比较难装上的，不过我也有我的办法。你们学会了吗？这个巧克力魔盒很多博主都挑战失败了，今天我也来试一次。我们先把它打乱。有的巧克力块是这种双层的，我觉得难度应该不高，因为它只有7块。这种2块可以搭在一起，先放上去。不行啊，这块大的放不下了，看来要先把它放在第1层，接着再放这种双层的。诶，还是不行啊，最大的这块放在第1层应该没错。好，全部放进去了，这难度还不是有手就行。这款巧克力盒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块大的，确定了它的位置，剩下的就迎刃而解。用钳子把钉子捏成这个形状，要2根，然后这样把它们套在一起。一个简单的益智小玩具就这样诞生了。取下来是比较困难的，如果你能记得是怎么套上去的，就会容易许多。
同类型的还有很多，可以参考这个图片自己去做。没过不完美，天使恶魔出现，都有个该听谁，生活都不对，收掉我的缺点，难以抛上照片，以为会有赞美，猜不到满上线。这个不问这个了，审美标准非常严格了，这什么鬼照片，还是要我订阅，我觉得够扯。那个时间。这个东西呢叫八仙过海，玩法是把这8根母棒全部放进这个盒子里。要问起它的来历，可能要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了，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先放3根比较长的。虽然全都放进去了，但这一根被顶了起来。它的难度应该不高，我再换个思路。这一根就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不过我又想到了一个方法。这样都不行啊，看来只能用这个了。这8根母棒我倒出来后一直没有装回去，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让他们按照长短搭配排列，就像这样。到最后这一根就放不下了。这8根母棒看着简单，其实非常考验创造力。这2根正确的位置不是在两头，而是放在中间的。你们猜到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10级难度的拼图《恶魔之眼》。它一共由4块拼图外加6个圆片组成，玩法就是把它们全部平铺进这个盘子里。一开始拼的话，我们尽量把这种带弧度的朝里，这样就有空间放小的了。1分钟不到就只剩下2块了，感觉这拼图不是太难啊，还是差一点。它有可能不是竖着拼的，这样横着也是放不下的。10级难度的拼图就没有一个是正常思路能拼好的，所以我们要发挥想象力。这2块拼在一起总是差点意思。我好像一直在兜圈子，总是有1-2块放不进去。这款10级难度的拼图，经过我2个小时的战斗，终于找到了方法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一直以为这几个豁口是关键，多次失败之后，我知道要完成它必须打破正常思维。可是这款拼图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有一双恶魔之眼盯着我，让我无法发挥想象力。如果我一直这样竖着拼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。还好我比较幸运，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组合，顿时恍然大悟。这就是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心情。这个答案我是挺意外的，不知道你们猜到了没？我最近刷视频看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，不用绳子和其他工具，让一个稻草人自动站立在手掌，感觉非常神奇，所以我也搞了一个，我们来体验一下吧。按照视频上面教的是要念一段咒语的，不过咒语太复杂，我没有学会。3.14159265367289，心里默念圆周率，到小数点200位左右，它就会直立在你的手掌，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。这个东西好玩是好玩，就是有点费手。魔方的种类有很多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是入门级的1阶魔方，同样是6个面6种颜色。我们先把它的颜色随意打乱，打乱的过程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也可以闭上眼睛。那怎么复原呢？找到方法其实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停止打乱，它就会自动复原。这款魔方难度适中，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。今年的最后一个小节目送给大家，把一根香烟平均剪成3段，放进这个匣子里。下面要发生的事情你们一定猜不到，请看，非常神奇的一幕，3根合在了一起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难度非常高，它虽然只有4块，但非常考验观察力和想象力。把这4块全部放进盘子，第一步我们先找准第1块的位置，第2步放第2块，第3步这一步是一个转折点，放不好的话最后1块就没有空间了。接下来是第4步，我们放不下了。所以说我们不能以貌取人，不要觉得它数量少难度就低。就这4块用时最长的是2个小时。当然了，这个记录的保持者和我们不是一个物种，不过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要打起精神，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。好像拼好了，行吧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想拼不好也太难了。今天我们来挑战魔方界的天花板纯白地狱，同样是6个面，但只有1种颜色。我们先把它打乱，
打乱的过程可以随意一点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面对打乱的纯白地狱，很多魔方界的大神都束手无策。其实复原它是有技巧的，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。我们用一面朝下瞄准桌面，然后放手，利用地心引力和桌面的震动，使其分子重组，从而产生瞬间复原的效果。里面有非常深奥的物理知识，所以我建议没有2年以上的魔方经验不要轻易尝试。这里面有一个大骰子，我这样轻轻一晃，一个碎成了8个。最神奇的现象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原理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无中生有，玩法是把这块小三角加入到里面，一共只有8块，而且是严丝合缝，10分钟应该差不多。先把这个小三角取出来。第一步比较重要，我们每一块都要尝试一遍，先从红的开始。我运气没那么好，我们换下一个颜色。没想到只有8块，难度还挺高的。它的名字是不是有什么暗示？现在还有蓝色和黄色没有尝试。还剩最后一块，心情很激动。好，全部搞定了，时间还没有到。为什么面积没有变化，却可以多放一块小三角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楼梯，小球放上面以后会自己往上爬，可以多放几颗试试。无论是什么材质的都会有这种现象。据说牛顿因此差点被气活，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上次我发了这个小球爬坡的视频，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原理，也有人怀疑这是倒放。其实没那么复杂，是你的眼睛骗了你。我们换个角度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这个杯中取物是一个十分烧脑的智力游戏，要把这个十字架取出来，这样倒是出不来的。我们可以利用这双筷子，用它快速搅拌这个十字架。现在它们2个就分开了，我们先夹住一块，然后再是另一块。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。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比较坑人的设计，比如说这个打火机，由于它开关位置设计的不合理，每一次点火大拇指这里就会被烫到，可以说这个设计是非常的不人性化。不过呢，我想到了2个解决方案。第一个就是在大拇指处粘个创可贴，它可以阻挡一部分热量，阻挡失败还能起到治愈的效果。当然了，这个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。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再买一个打火机，2个配合使用，这样就不会再烫到手了，非常简单实用。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。这是一款十分诡异的拼图，无论怎么打乱，我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原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我们加上这一块，它同样可以拼进去。最诡异的是，框子套上以后依然是刚刚好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4星难度的魔金巡，玩法是把这3块银色的从黑色的框架上面取下来。这3块看着松松散散，其实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研究，我找到了可以说是最快的解决方法。到这个位置上下各一个，中间的就可以出来了。取出一块后，剩下的2块也需要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才能分别取下来。这是一根普通的铅笔，我们画一个靶子，靶心处扎一根针，然后随便在纸上画，这根针会跟着你的铅笔摆动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我们在纸上摆个7星阵，同时控制7根，看能不能成功。这边幅度太小了，我们换这里。可以看到，我随便挥好几下，它们全部都阵亡了。可能有朋友该说了，这么奇怪的现象一定跟这支铅笔有关系。那好吧，我们再换一根。它依然可以成功，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前面几个视频我挑战了这个1阶魔方，甚至也复原了魔方界的纯白地狱。今天我要打破常规，挑战一个更难的。
当然了，不是这款，我已经挑战过纯白了，不可能再拿暗黑来敷衍大家了。我要说的是这款让无数人望而生畏的灵阶魔方。这款魔方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却未见其影，那是因为智商不够150是看不见它的，即便是我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目前复原它最快的速度是8秒钟，今天我就来打破这个记录。我们先随意将它打乱。好的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计时开始。灵阶魔方和普通魔方的材质不同，上手的感觉有点软，不好掌握。哇，只用了7秒，我又刷新了一个记录。下面我们就来验证一下答案。哎，好可惜啊，这2个面复原失败了。总体来说，这款魔方的难度非常高，眼神不好的不建议去尝试。这一堆木头是12生肖鲁班锁，组装好后是一种动物，你们可以在我组装的过程中猜测一下是哪种动物。这一块应该就是它的尾巴了，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吧。先找到相似轮廓的卡在一起，这2个差不多。再找第3块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放这一块了。哎，怎么卡不上啊？哦，它是个斜面的，反个面就可以了。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，这一款的难度不是很高。哎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。拼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，甚至可能被它服务过。现在还有最后2块，我们把它装好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根牙签，它的作用好比就是定海神针，把它插上之后，这个鲁班锁就不会散了。这里有9枚硬币，每排3枚，改变排列方法让3排变成每排4枚。你知道该怎么调整吗？教学。伸出一根比较好看的手指，把这枚挪到这里，这枚移到这里，这2枚移到这里，这样就是每排4枚了。这是8枚硬币，只移动1枚，让它横竖都是5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今天这款拼图，我要用我最快的速度把这块小的加入到里面。计时开始。我们先把每一块都拿出来啊，它现在的排列方式肯定是错的。这个是可以找直角的，随便找一个直角开始。这边放这里，这一块放，哎，差不多。现在还有一块，哎，最后一块放不下了啊。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一块，还是不行啊。好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再把这一块小的放进去，就这么简单，1分钟不到。我也太牛了吧，给自己点个赞。这个成绩我可没有作弊啊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保龄球，玩法是把这些拼图全部放进这个大的保龄球里面。它一共只有9块，我就挑战用9分钟拼好它。我们从上往下开始拼，一定是这一块了。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小技巧，像这一块大的，它肯定是放在中间部分的。可能你们也看出来了，它是越往下难度越高，不过不用着急，时间还有很多。哎，遇到瓶颈了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瓶颈这几块是没有问题的。其实它和真正的保龄球原理差不多，都是要找对一个点，然后全部推倒。虽然我没有玩过真正的。还有一块在这个位置。这才多久啊？我已经拼好了，才刚3分钟，又一次低估自己的实力了。这期视频我们来玩一款只有1块的拼图。正所谓大道至简，一生万物。它虽然只有1块，但却是各种拼图的起源。今天我就轻狂一次，1分钟内拼好它。第一步，我们把拼块和盘子的尺寸都量出来，然后用盘子尺寸减去拼块的，等于 0.2， 也就是说有足够的空间放得下。第二步，我们先找到拼图的2个角，对准底盘。下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，这一步一定要稳准狠，2个大拇指同时松手。哇，终于拼好了，严丝合缝。可惜的是已经超时了，这款拼图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数学不好的不建议去尝试。今天来挑战硬币拼图，玩法就是把这一枚也加入到里面，看它的样子难度应该不高，就3分钟吧。我们先找到一种排列方式，第一排放3个，第2排放2个，这样3232去放。最后一枚放不下了，再换一种方法，如果是3322排列呢？好像也不行。第一排放2枚，2323排列试一下，和前面一样，还是放不下。还有1分钟，我们继续。
3分钟时间已经过了，我还是没有把它拼进去。所有排列方法都已经试过了，我觉得它可能是无解的。这是20只不同的昆虫，最大的像蜈蚣这么大，也有最小的蚂蚁。玩法就是把这些昆虫一个不少的全部放进盘子里。我们先从比较大的开始。我发现这里面的昆虫有很多都产生了变异，就好像这只蚊子。待我把袖子撸起来再来干它。哎，拼好了，只不过多了一块。哎，我们还是继续吧。这次我真的尽力了，还有一只蚊子。今天我们继续拼12生肖鲁班锁，这肯定就是它的脑袋了。那我们就先从它的尾巴开始吧。可能有人光看尾巴就已经猜出是哪个动物了。看这个轮廓，我们找第2块，应该就是这2个了。哎，这样看着不对劲。哦，对，先装这一块，然后才是它。最后再把眼睛装上，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就诞生了。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我们要玩的是史上最坑的拼图，一共有26片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坑在哪里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们依然是把直边和直角找出来。这里刚好有4个直角，我们先找一个开始。像这一块拼图，它虽然只有1点直边，但也有可能是放在边上的。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。哦，果然没这么简单啊！脚上这一块放不下了，这里面一定有套路，要不然对不起它这个名字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像这种带直边的，很可能不是放在边上的。先不管它了，我们把中间的先拼好。诶，怎么还剩下这一块？我去，拼好后居然是有缝隙的，这是要逼死强迫症的节奏吗？像这种10级难度的拼图我已经玩了好多了，今天我们来玩几款10级以下的。这一款是2级难度的，玩法就是把这5块全部放进这里面。它虽然只有2级，但你也要找到其中的规律才能完成。可能有人已经看出来了，它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，要从小到大往里放，这样依次排列才能放得下。如果你觉得这还是有难度的话，那我建议你玩一款这个1级难度的。它的玩法就是把这3块全部放进盘子里。我先举个例子。好，剩下的2块该怎么放呢？交给你们了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用瓜子来玩几个有趣的游戏。